雨好大，我的天！太冷死了，很陡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。帮他拍一下啊，还不行啊！哇，哎呀，一起滑雪，滑呀！现在是早上的快7点的韩国时间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一日之山滑雪，但是呢出了很多问题，就是我们先从明洞搭到这个东首尔客运站，然后再搭客运到利川，然后再转一个小巴士才会到那个芝山度假村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行李寄放的地方，刚刚弄了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也决定把行李直接带去雪场，然后寄放那边，玩完再带回来，非常的麻烦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10点的飞机，所以我们只能玩到大概下午4点就要从那边回来，因为回来要1个半小时，再到仁川机场要在1个多小时，所以会有点赶。而且我们车票什么都还没买，所以要抓多一点的时间，要不然等一下赶不上飞机就完蛋了。现在有点小紧张，刚刚在这个东首尔客运站这边买了车票，6100元，1点的车8点09到，这辆车来了，准备上车。好了，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芝山滑雪场，离首尔市区最近的一个滑雪场。我们早上5点半就起床出门，先坐计程车到东首尔客运站，边搞拉客搞了半天，然后锁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就把行李带到滑雪场来。然后也没有大的拉客，所以我们决定摆在一个角落，跟别人的行李放在一起。我觉得来这边的交通实在太麻烦了。我先到东首尔客运站，搭1个小时的客运到了利川站。然后在那边，我们原本要转搭一个12号公车，但是我们一开始怎么找都找不到12号公车，然后又不会讲韩文，问人沟通也都不顺。好不容易最后终于找到之后，发现那公车好像30分钟到40分钟一班，等了很久，然后又很冷又下雨，所以我们最后就叫计程车，大概是500多块台币了，开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。真的是还下着雨，所以很冷，好辛苦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要来这边的人，最好就是要么自驾，要么就是买那个1日套餐的那个行程，跟着游览车一起来的，要不然真的太辛苦了。但是因为我们要赶晚上的飞机，所以如果跟那个1日行程的话，就会来不及，所以我们才选择自己来。而且中间一直就遇到不会讲英文的人，刚刚终于在这边雪场买票的时候，终于遇到柜台小姐会讲英文，实在是感到很感动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们就买了4个小时的缆车票跟4个小时的雪具，然后我们准备把东西放到置物柜后，就准备去开始今天的滑雪了。看一下这个首尔近郊这个雪场怎么样？出发了。都没有人好奇怪哦。去哪 ？Turn left。Turn left 哦，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有雪具的地方了。人超多了，也很多人在讲中文，应该是这个1日滑雪团的，雨一起，然后这边都是冰块，这边有10条雪道，然后我们现在先从 Lemon Beginner 开始。好恐怖哦，风雪交加。这一台缆车真的很慢，而且隔好远哦。哎呀，又上来了缆车了，雨好大，我的天！那边的人都穿着雪衣，不是穿着雨衣。这个 beginner 的缆车真的是慢到一个极致，有够慢的。好不容易搭上来，然后你就觉得，你看下面一下子就滑倒了。我们快速滑完这一条，热身一下，再去滑下一条 intermediate 终极道。雪又开始下了。好的。看这一条 intermediate orange 的缆车终于比较快了，刚刚那条太短了，这条应该比较长了。我觉得我快冷死。完蛋了，风实在是太大了。主要是下雨很冷。这边的 binding 比较旧啦，没有龙平度假村的那么新，但是鞋子跟板子也都还 OK。哇，这一条就很大了，可以好好练习。开滑。
New Orange 出发。这段好好玩啊！好，现在这个是中高阶的路线，这个我们刚刚还没有滑，然后这一条应该就是比较高阶嘛，这一条比较窄。我们先走左边吧。好，这条看起来超宽阔的，应该可以练不错。上来了，这边好高，又看到天气雪了，很漂亮，但是超级冷的。这个雪量，哇，这风，快冷死了。好了，准备滑下去了，出发。我们刚刚也滑完那个中高阶级，上面都是软的，到很下面的时候就开始变硬了。那一道很宽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练一些回山的技能。我觉得我不太会滑软的雪，我觉得硬的雪比较好滑呢，因为软的雪你有点很难塑形，就是它很没有支撑力。对，就是这个词，没有支撑力。因为我们从最左边最初阶，然后往右滑，越来越高阶，全部滑一趟。除了那个比较陡的那一道没有滑，其他我们应该都滑过了。那 Jamie 现在要来练招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搞个缓坡慢慢练习。这边的感觉，我觉得呢，它的雪道都比较短，所以比较适合初学者，而且很宽啦，这是它的优点。很宽，然后都蛮短的，所以我觉得初学者来这个雪场蛮适合的。我觉得如果你比较高阶，我就觉得这边的雪道对你来说会比较无聊一点。但是交通不便，交通的部分就是真的要自驾，或者是你要跟团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雪况我觉得也不会比龙坪差太多了。啊，我比较喜欢龙坪，比较硬。以雪道来讲，那是龙坪的非常丰富又比较好玩。这边就是场地应该比较小，所以就很短，所以你滑起来会没有那么过瘾。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初次体验滑雪的人来玩。如果你要安排一日行程的话，可以考虑这边。但是就像我说的，我们是晚上10点的飞机，所以我们不能去参加那个一日跟团。要自己过来又没有车能自驾的话，你就是要自己搭客运，那些就很麻烦。总之，我觉得你如果自己来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从东首尔客运搭到立川站之后，直接坐计程车，大概就是23000的韩元，就是差不多550台币就可以搭到这边。然后你到时候再从这边一样叫 Uber 回到立川站，再从立川站搭回东首尔客运站那边。交通的部分就是这样。然后雪具的话，我们都租4个小时吧，就缆车票跟雪具的部分。然后我把价格打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因为我们刚刚那边柜台卖票处全部都是韩文，我都看不懂，所以就直接跟那个柜台讲英文，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好了，要准备下缆车，开始我们今天的滑行啦，拜拜。居然刚刚还秀了一下平花啊！嘿嘿，这次来解锁了平花的招式，不错。这是平花最烂的招吧？但是看起来很吸睛。真的吗？从旁边看的时候还是蛮帅的哈。这一次有学到新的东西啊，我们就上网看一看，然后他就学起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去玩一次。这一条应该是芝山滑雪场最陡的一条，我梦第一次的红线，很陡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。帮他拍一下，哦，他不行了，哦，哎呦，他滑下去了，哇，他头朝下滑下去了。
好累啊，好累，好累。好爽哦！这一道很爽，这一道叫什么 ？Silver 吧？失败！哇，这个姿势，那你维持一下，你维持一下，我要帮他拍个相片。要怎么帮？拍上去是不是？天哪，我这样不能呼吸。好了，我的天哪！什么荒唐画面啊！刚才有录到，有个北极的。有录到？有啊，他还在录。你刚刚是怎样？超小。那很精彩吗？还蛮精的。最后一里路了。好，完美的 ending， 结束了。结束，本次韩国滑雪之旅就要结束了哦，这次真的结束了。这次真的很惊险。我们刚刚回到这个利川的这客运总站，就是我们早上搭来这里，结果要买回去东首尔客运站的车票，结果发现他居然跟我说不能刷卡。但是早上我在东首尔站那边买过来的时候是可以刷卡的，然后我还以为它人工的有点问题，然后我们去用机器买，上面也写说可以用信用卡，结果还是不行。然后我们就没有现金了，差点就完蛋。然后我们就打给 Randy， 好险他用电话跟那个柜台的人讲说汇款给他，请他帮我们买票。哦，好险好险！所以之后有来这边的人要记得现金要带够，如果没有带够的话，不能刷卡，那就完蛋了。好了，买点东西吃，还有15分钟上车。我们现在回到东首尔，一下车就在下大雪，好酷哦，超级酷的，超冷的，好恐怖。像鹅绒般的羽毛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会若有柳絮，有听过吗？没读书的我没有。